除了豪爽，你对东北人还有什么印象？能喝很多很多酒。大部分人比较能喝酒，那有一部分人是不能喝的。比如说范范，范范是一个对酒精过敏的人，是不能喝酒的。范范，你是南方人吗？不，我是东北人。啊，你长得这么小，你是东北人？对，你比我高哦。然后真的，你看这个魏轩还要去买金的东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有钱人。你帮我多买几块金。你瞅我干啥？我瞅你咋地？对，可能再有2句话，2个人就要打起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。你们看，今天我们穿的都是粉色。对，范范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穿粉色？可能是因为春天到了吧，因为外边的花都是粉色的，我们也是很好看的花。对，所以我们要穿粉色。好，魏轩，我们今天要聊什么？我们今天聊一聊我们的家乡。对，我们要聊一聊，我们来自哪里，和中国人对我们来自的地方有什么刻板印象。那刻板印象呢，就是觉得这些人好像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大家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一种刻板印象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好，范范，你来自哪儿？我来自东北吉林。对，好的。那我们可以想一想，中国人对东北吉林有什么刻板印象？我觉得如果说到东北人，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很豪爽。豪爽就是这个人性格比较外向，然后能说很多，可以很快和陌生人做朋友。魏轩，除了豪爽，你对东北人还有什么印象？能喝很多很多酒。对，我觉得我作为南方人对北方人的印象就是都很能喝酒，能喝很多。我对东北的刻板印象是你们的菜很大盘。对，如果你去一个比如说东北的餐厅，那你要点少一点，因为那里的菜很大，老板会给你很多。志飞，我觉得这个不是刻板印象，这个是真的。就是如果你去东北，他们真的会给你非常大的这个菜，有可能是用盆，不是用盘子。对，所以一定要少点一点。对，还有范范，我的刻板印象是东北人很搞笑，就是对，他们好像说话的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的很好笑，会说很多比喻啊，很好笑的说法，所以我觉得东北人很幽默。对，这个是真的，也不是刻板印象。对，中国很多的喜剧演员都是东北人，可能就是东北人天生就有喜剧的，自己就带了喜剧的细胞和基因，一出生就会很搞笑。对，可能有这样的天赋。那范范，你觉得这些刻板印象里哪些是你同意的，哪些是你不同意的呢？我觉得东北人比较豪爽，然后比较幽默，菜量很大，这些都是我同意的。但是东北人很能喝酒。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比较能喝酒，那有一部分人是不能喝的。比如说范范，范范是一个对酒精过敏的人，是不能喝酒的。所以每次我出去跟同事呀，然后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哎，范范，你是东北人，喝。”我说：“不，我说我真的喝不了，我对酒精过敏。”他们说：“啊，真的不能吧？东北人不是都很能喝吗？”我说：“Oh no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我不能喝。”对，所以也有很多人是不能喝的，
还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东北人长得比较高，比较壮，那种很高大的，所以出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问我，范范，你是南方人吗？不，我是东北人。他们说啊，你长得这么小，你是东北人？我说对，就不是所有的东北人都是很高很大的。对。范范你多高啊？我很好奇。我不到1.6米，1.58米。对，你比我高。哦，真的，耶！对，大家知道我多高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不说。你说。我1.50米，所以我从小就很小一只。在视频里看到的志飞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高的人。真的吗？对，太好笑了，真的。我们来说一说我的家乡吧。我是一个广东人，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广东梅州，但是呢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深圳，大家比较熟悉深圳。你们对深圳有什么刻板印象？说吧。哇，我觉得深圳就是有钱。对，对，发展的非常的快。对，就是生活节奏很快的，然后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时尚的。对，这是我对深圳的印象。说到深圳，我会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，1979年的时候，然后深圳画了一个圈，然后中国把深圳选为改革开放的试点，然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是深圳要比全中国其他的城市要更快的发展起来，所以这个是如果一说到深圳，我会想到第一个点是。好吧，那这个不是印象哎，这个就是事实发生的事情。对，好，如果说印象的话，我会想说发展的很快，但是我知道在深圳就是有的地方发展的很快，但是如果在一些农村，不能说它发展的很慢，但是它还是就是农村的样子，不是现代化的样子，所以它的对比很明显。那如果你们见到一个深圳人，你们会想问他什么？我会想问他，你家的地在哪儿？政府什么时候拆你家的房子？什么时候给你钱和新的房子？真的吗？你有这样子的对印象，明白。上海和深圳，我一般如果有朋友，我会问他们，那你们家在农村有没有房子？有没有地？政府要不要用你们家的房子？要不要拆你们家的房子？用你们家的地？如果有，那我一定要和你做朋友，因为你很快会变得非常的有钱。我感觉要被魏轩笑死了。今天魏轩很搞笑。所以志飞，你们家的房子，老家的房子已经拆了吗？你们要知道，我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圳人，我的老家不在深圳，在广东梅州。那如果真的是你，比如说爸爸妈妈就是深圳人，然后你一出生就是深圳人，这些人非常非常少，深圳的本地人太少了，所以你很难遇见。那你会说粤语吗？你会说广东话吗？我会说粤语，我会说广东话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去香港？如果你去香港的话，可不可以帮我买一些东西？比如帮我买包，帮我买化妆品。对，就是在大陆会比较贵的东西，然后在香港比较便宜。我之前还问过我一个朋友，可不可以去香港帮我买金镯子，就是黄金做的手镯。对，因为最近的黄金的价格很高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你去香港，你可以帮我买一些东西。你们觉得深圳是有钱人，
你看这个魏轩还要去买金的东西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有钱人。你帮我多买几块金。对，因为黄金它就一直放在那里，它也是很值钱的。对，不是说像这种，比如说手机呀、电脑呀，你买回来之后，你再卖的话就可能很便宜了。但是黄金就不会，它可能还会升值，还会涨价。对，所以魏轩真的太聪明了。哇，魏轩又有钱，又聪明，又搞笑。好的，又好看，重点是又好看，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是真的经常去香港，我的妈妈经常和朋友去香港买东西。对，你们知道，就是大家去香港最经常买的是奶粉。对，很多地方会说，你去香港你只能买2罐奶粉，因为太多人买奶粉了。在深圳，在中国的大陆买不到很好的奶粉。我小的时候呢，也会去香港，比如说周末去香港看一个电影，和朋友去香港吃饭，去爬山，都会。对，很方便。那志飞，我想问，就是你小的时候，比如说深圳的人，穿的衣服真的很像香港的电影里的明星穿的那样吗？就是很时尚的。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，我觉得深圳人穿的不是很好看。可能我们有很多选择，很多市场，你可以去买衣服。但是我小的时候和我身边的人穿的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穿名牌，因为对，有很多是真的名牌，有很多是假的名牌。那在深圳有很多。深圳的东西是不是很贵？你想说跟哪里比？跟中国的其他的城市比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我姥姥的朋友，就是我妈妈的妈妈，就是我姥姥她的朋友，然后她儿子在深圳，他就去深圳，然后他回来说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深圳的东西好贵，我要1根黄瓜就要5块钱，5块钱，我在内蒙古我可以买1袋子，我为什么要去深圳去买1根黄瓜？对，那如果跟别的城市比的话，深圳会比较贵。衣服，去外面吃饭、买东西都会比较贵。那我小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吃的东西还有很多穿的东西都是不花钱的，因为我是在东北的农村，然后我们家的那个农村是很穷很穷的地方，可是大家自己都是有菜园子，所以大家是自己种菜，我们都吃自己的菜，所以不花钱。那穿的衣服呢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钱，很穷，所以会有比如像深圳呐，这样有钱的地方的人给我们捐一些衣服，就是可能还比较新的，对，然后呢就是会送到学校里，大家就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衣服呀，自己喜欢的东西。因为我爷爷那个时候是校长，所以我都会先选。哇，好爽！范范，对，是全校穿的最好的那个人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小女孩。对，村花，村里的一枝花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那说到刚才魏轩的那个刻板印象，就是深圳有农村，是很像农村。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的，至少我没有看过非常农村的地方。深圳有很多工厂，所以有一些不太发达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工厂，有很多的工人，他们来自中国的所有的地方。对，它可能会很像，就是我们说是工业区，
就是有很多工厂他们在做一些东西。真正的农村我好像没有看到过，除非对你去深圳旁边的一些小城市，可能可以。那我们可以说魏轩的地方。魏轩来自内蒙古包头。对，包头，就是把头包起来的那个包头。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把头包起来，所以那个城市叫包头，是因为内蒙古它是说蒙语，有很多的蒙古族人，所以我们会说蒙古语。我不会说蒙语，但是如果我出去，别人说，哎，那你是内蒙人，你可不可以唱首歌？我说我可以，然后我唱一个蒙族的歌，但是我只会这一首，就是为了给别人唱的，然后专门去学了这一首。我的印象可能内蒙古不会很发达，没有听过很多大的公司在那里。感觉呼和浩特有很多很贵的车，这个是我听过的，就是很多有钱的人会去那里。还有的印象就是你们会吃很多牛肉和羊肉，也是很多牛奶，很多牛奶，对，牛奶在那里。对，还有内蒙古的人就是会很高大很壮。哇，我觉得我是很向往内蒙古的，因为我非常喜欢那种大草原。就是在内蒙古有很多很多的大草原，比如说现在的草应该没有绿吧，魏轩？没有，要7月份，所以7、8月份的时候，有很多的中国人都会去旅游。哇，因为真的太好了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对内蒙古最大的印象就是哇，它的草原是很大的，而且你在草原上可以看到很多牛、很多羊、很多可爱的动物，是我向往的地方。就是因为对呀，它是那种好像交通不太便利，所以如果我们在淘宝上买东西的话，对，好像新疆和内蒙古是不包邮的。对，新疆、内蒙古、西藏不包邮。对对对，但是不是因为它不发达，是因为它太远了。你比如说我从小长大，我就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在内蒙古长大，在包头长大，和我现在在威海，城市没有任何的不一样，就是城市的样子，有大楼，有马路，然后有很多的车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。然后所以我觉得发达要看这个城市的大小。比如包头，它是内蒙古，我想说它是内蒙古第2或者第3大的城市，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发达的。然后人，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很高大。蒙古族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节日叫那达慕大会，然后那达慕大会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，就是要摔跤。所以如果这个人他太瘦弱的太小了，就像志飞一样，那你上去和人摔跤，人家一脚就把你踩在脚底下了，怎么办？为什么说到内蒙古要说到我？为什么要用我做例子？我很无辜。因为现在只有我们3个人，所以我只能找你。好吧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吃，然后因为冬天的时候特别特别冷，然后我们会吃很多的羊肉、牛肉，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冷，然后长得很强壮。对，这个也是真的。范范说喝牛奶，是真的。我从小我喝好多牛奶，我妈妈说你不喜欢喝水，那你就喝牛奶吧。所以我小的时候要喝很多牛奶。我为了不喝牛奶，我就拿着牛奶的碗，我就偷偷的把它倒掉，倒到我妈的那个对，不要学我，这个不好。好，但是我会把它倒在我妈妈养的那个植物的那个盆里，然后那个植物就长得特别好，长得很快，因为它喝了我的牛奶。我第一次听说植物可以喝牛奶。我也是。对，它会长得很好。但是我听说
就是喝牛奶的女孩子会非常白。魏轩，你是不是很白？我好像没有，可能是因为我把牛奶倒了，所以我都不是很白。对，你现在后悔吗？我后悔，如果回到过去，我一定会喝很多很多的牛奶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中国牛奶是比较贵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牛奶，所以我和范范听到魏轩喝很多牛奶，我是很羡慕的，就是哇，很好，因为那个时候觉得牛奶是很好的东西，那比较贵。所以你小时候没有喝很多牛奶，我小时候也没有喝很多牛奶，可是我小时候喝了很多 AD 钙奶。你们知道 AD 钙奶吗？对，我是从小时候一直喝到现在，我现在每次去超市，我还是会买4瓶 AD 钙奶，然后回来喝。对，现在我也会喝，可是小的时候，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给我买很多很多的 AD 钙奶，我差不多一天要喝5、6瓶 AD 钙奶，所以我家有非常多的空瓶子，然后有人来收这种破的瓶子呀，或者是空的一些东西呀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你家有这个瓶子可以卖吗？我们就全都卖给他。我们要问一下魏轩，那如果说大家知道你是内蒙古人，一般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？一般会问我很多很多问题，比如你会骑马吗？你家住在帐篷里吗？啊，你们要学射箭吗？还有，你会说蒙语吗？你会跳蒙族舞吗？对，每一次有新的朋友，我都要给他们解释一遍。那你们小时候会学习蒙语吗？这个我很想问。不会，我们不会学蒙语。但是如果是蒙古族的学校，他们会说蒙语。魏轩，那蒙古族的学生他们只能去蒙古族的学校吗？不，他们可以选，他们可以去蒙古族的学校，也可以去汉族的学校，都可以，或者其他民族的学校。比如我的高中就是一个回族的学校。所以在你的学校的餐厅食堂没有猪肉，对不对？没有猪肉。然后我们学校的食堂旁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超市，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以和猪有关的，包括吃的口香糖，它里面有一个成分，就可能要加一点猪油，然后也不可以。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专门做的。然后很多人对内蒙古人的印象就是和东北人很像，就是觉得内蒙古人也可以喝很多很多的酒。其实是真的，就是如果2个内蒙的人坐在一起，如果即使只有他们2个人，他们也会喝酒，而且会喝很多酒。然后如果是很多人大家聚在一起吃饭，我们还会唱歌，我们会唱祝酒歌。祝酒歌就是我唱这首歌，我唱完然后你喝酒，然后会唱很多很多的祝酒歌。但是你要看，比如说第1次喝酒是祝酒歌1，然后第2次喝酒是祝酒歌2，所以有的人会说，这首祝酒歌我没有听过，这个真的是祝酒歌吗？然后我的朋友说，是，只不过还没有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已经喝醉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了，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也是祝酒歌。好吧，要喝很多很多酒。太好笑了。然后我也不喜欢喝酒，但是我酒精不过敏，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每次我就会喝2杯酒，然后我说我不行了，我喝不了了，就不喝了。那范范呢？你作为东北人，大家一般会问你什么样的问题？东北人真的很能喝酒吗？东北的菜那个量真的很大吗？然后东北人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东北人的普通话好吗？对，东北人真的是很虎吗？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虎这个字，
我真的很难解释虎这个字，就是它是有一点，还不是笨，也不是傻，但是好像在这个中间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点虎。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可能就是我会一直看着你，然后他就会用东北话说：“你瞅我干啥？”另外一个人就会说：“我瞅你咋地？”对，可能再有2句话，2个人就要打起来。对，所以大家的刻板印象是东北人很虎，脾气不太好。然后东北人的嗓门很大，嗓门就是他说话的声音很大。好像如果你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如果有一桌是东北人在喝酒，你就会只能听到他们那桌在说话，好像是在打架一样，声音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对，好，对，是的。我印象中的东北人都超级可爱，超级好玩。我觉得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了很多，关于我们来自的地方，大家的刻板印象。那大家听到这里，你们觉得这些地方有意思吗？你们想不想去这些地方旅游？或者你们认不认识这里的地方呢？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OK， 今天说到这里，大家下次见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